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密。今天的大主題趕快會聚焦在中東，現在戰火再度失控了。停火第3天，沒有想到紅海現在爆炸哦，炸出了一個新的戰場。胡塞組織狂轟沙國的能源命脈。另外一方面，今天也會來看到伊朗，他出動他的法塔赫飛彈，啟動了這個叫做拔釘子的戰術。是什麼樣的一個戰術呢？突破了美軍的基地防線。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來做關注。好，先歡迎在場來賓。首先歡迎前資深外交官介文汲介大使。思密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清華大學講座教授張延廷張將軍。思密好，大家好。時事評論員王尚志尚志哥。思密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影片開始之前，記得幫我們的節目按讚了，寫下你在哪一個城市收看，可以寫思密，我在哪一個城市收看，我會一樣的親自來做回復。環球大戰線的這個我們的會員頻道已經成立了，再次的提醒觀眾朋友按下加入鍵，成為我們的戰友吧。好，今天的這個美伊戰事，我們要趕快來看到哦，現在停火說已經進入第3天了。川普他最新也放話說呢，現在大家都求我說可不可以不要開火。那他另外一方面也說，現在看起來呢，美伊有可能去走向達成一個協議，真的是這樣子嗎？還是他自己在自說自話呢？因為我們看到另外在紅海這邊另外一場戰爭，第2條的戰線已經正式的引爆了。也門胡塞組織開始把目標鎖定的地區就是在沙烏地阿拉伯，直接最新攻擊了沙國的能源命脈。趕快來看到包括了哪一些範圍？包括了東西輸油管線，還有它的阿布蓋格等等全球能源的關鍵設施，在現場爆出了兇猛的火光。來看一段現場最新畫面。除了我們剛剛看到的路上的東西輸油管線爆發意外之外，胡塞也指出，在26日他攻擊了沙烏地阿拉伯在紅海地區的這個煉油廠，這個煉油廠是沙國的集贊煉油廠。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每日可供給大約40萬桶的原油做出口。另外再來看到的是，胡塞組織也宣稱他們攻擊了沙烏地阿拉伯的這個無人機，而且在近期之內已經打下了沙烏地阿拉伯2架的無人機。最後再來看到，胡塞還說，在過去48小時內，這個是在26號的新聞，連續襲擊了3艘來自於沙烏地阿拉伯的油輪。現在看起來呀，曼德海峽這邊的通行量已經創下了數月的新低，沒有人敢走這一條路了。那麼現在看起來，是不是伊朗的代理人戰爭已經持續的延燒至能源海上的通道戰了呢？我們也來關心到說，之所以這次的攻擊會備受關注，是因為沙烏地阿拉伯是全球最大的產油國之一，剛剛被炸的這個阿布蓋格的石油廠更是全球重要的石油處理中心。一旦能源遭受破壞，不只是影響到整個沙烏地阿拉伯，更是全球的油價跟能源的供應都會受到打擊。那麼胡塞組織，大家就在看說，以前不過就是在也門內戰中的一個地方武裝組織啊，怎麼現在它擁有這麼多的武器？不管是它擁有無人機、飛彈、遠程打擊能力，甚至都可以影響到整個區域的影響力在擴大。是否伊朗在這背後有偷偷的提供它什麼樣子的武器呢？現在說是不是有提供武器支援，甚至有情報支援，還有提供作戰經驗，還有目標的定位的武器，都提供給這個也門的胡塞組織呢？如果是真的是這樣子的話，這一場在中東的戰事是否全面的擴大？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這個大使怎麼看了？胡塞為什麼不只是攻擊油輪，現在進一步打擊沙國的陸上輸油管？胡塞說了，他接下來會來複製伊朗的模式，要來攻擊在紅海這邊有個新的戰法。那他究竟能不能真的整個封鎖住這個地方呢？那伊朗的部分是否有提供哪一些武器支援給胡塞？如果沙國開始做一個全面的攻擊，美國甚至是整個波灣地區是否陷入第2場更大規模的戰爭？介大使怎麼看？當然就是說，這個胡塞組織跟沙特之間的這個恩恩怨怨啊，延續了幾十年了。雖然過去從2022年4月開始，因為聯合國的斡旋啊，那麼也門的內戰稍微暫時停火。
那也造成沙特跟這個胡塞組織之間停火，這個已經有差不多有4年多了哈。不過之前這個胡塞組織跟沙特之間，連續打了幾十年的仗，幾十年的仗，歸根究底呢，還是因為應該是宗教派系原因，因為胡塞組織它是屬於這個什葉派，那沙特是遜尼派，所以在阿拉伯半島上南端這一些什葉派跟遜尼派之間是很難取得和解的，那所以這場戰爭就一直持續。那當然了，就是說胡塞組織過去給人家感覺是拖鞋軍嘛，好像是一群烏合之眾，可是事實上，以他現在的實力來講，並非如此了，絕非昔日無下的阿蒙。聯合國估計他有35萬作戰人員，那麼好，美國的國防部戰爭部他們的這個評估他說如果含輔助人員的話，胡塞組織的軍事人員一共有將近80萬。相當大的一個部隊。是。那它的核心裝備呢是導彈和巡航導彈。而這些導彈呢跟巡航導彈，很清楚的技術，關鍵技術都是從伊朗來的。所以伊朗有什麼樣的導彈能力，這個也門的導彈能力也不會差太遠。因為在上一次這個就是以色列攻打這個加沙半島的時候，那時候也門它是唯一對這個以色列進行制裁的，他打了幾枚都是超高音速的這些導彈，那射程直達2000公里。那這些技術一般來講的話，就是各界都認為完全是伊朗的在背後。以他現在的這個導彈巡航導彈，它有所謂的巴勒斯坦2號。那這一型的導彈是超高音速的，那它的這個射程高達2150公里，可以涵蓋絕大部分的中東地區。那另外它還有一個圖凡導彈，那個系列也可以打到1800到1900公里。那它還有一個巡弋導彈，也就是 cruise missile， 隨着地形貼着地形飛的這種巡弋導彈，那麼叫聖城系列。它可以飛2000公里，所以光你看它的導彈系列就相當可觀。那另外它還有它的無人機系列，有一個叫薩馬德系列。那麼這一類的這一系列的這個無人機可以航程是1600到2500公里。另外它還有水下無人艇。那另外一個方就是說，因為這個也門的地形非常非常的複雜，所以他們也非常善於利用這些地形，還有很多的軍事武力像這種飛彈無人機基本上也都地下化。所以跟這個伊朗的做法是一樣，而且外界也非常確信，就是事實上這個胡塞組織他們跟這個革命衛隊，伊朗的革命衛隊在指揮體系上也是聯動的。那而且很多這些軍事顧問伊朗的軍事顧問還有大批的胡塞的武裝人員那麼之間那個互動也非常頻繁。這個胡塞的這個武裝人員都是到這個伊朗去受訓，然後呢，在也門呢也有大批的伊朗的軍事顧問直接在指導這個也門這個胡塞組織的作戰。所以整個說起來，事實上。這個伊朗有什麼戰力，胡塞就有什麼戰力。所以今天就是說這件事情雖然說當時是一件小事，引起了胡塞組織跟沙特之間的相互的攻擊。可是這件事情立刻就提高了，立刻就提升了，而且呢，以朝向封鎖紅海那麼有關的這個郵輪通道這個目標發展方向。這是非常符合現在美伊戰爭伊朗的這個戰略形勢的。那麼，因為除了荷姆茲海峽被封鎖，已經造成這個國際油價漲到1桶100塊美元了。如果說紅海再被封鎖的話，那國際油價就要跟那個火箭一樣往上升了。這個是對美國極為不利的。所以事實上的話，不論是這件事情，不能單純只看是胡塞組織跟沙特之間的恩怨，應該
跟這個目前這個美國跟伊朗的戰爭連在一起來看。好，所以這個也變成了一場能源戰哦。先是荷姆茲海峽被封鎖，接下來沒想到胡塞這邊他的目標也要把這個紅海給封鎖住。那剛剛也提到了嘛，伊朗這邊提供了很多的技術資源，甚至軍事聯動、武器聯動等等給也門胡塞組織，所以胡塞組織也大幅提升了他的戰力，不管是他擁有導彈、無人機，甚至是無人艇，還有各式的。剛剛大使幫我們提到的各式導彈。那現在除了關注在也門這邊的消息之外，我們也來看到這個伊朗的攻勢持續，尤其呢，他現在攻擊的目標，我們也看到了是在這個約旦的地區，約旦的薩爾蒂空軍基地。今天之所以把這個空軍基地拿出來說，是因為它在中東對於美軍來說是特別重要的一個前進基地。這邊這個基地掌控的資訊包括了有情報的監控、無人機的作戰、空中支援，還有軍事的協調，都是靠這個基地。那伊朗現在打這個區域，它用的是什麼樣子的一個戰術呢？它利用的就是法塔赫的飛彈家族，採取叫做拔釘子的戰術，集中火力直接去攻擊關鍵基地，削弱美軍在這邊的作戰節點，再降低美軍後續的打擊能力。所以呢，我們來看伊朗也特別公布了，從7月份，現在時間已經到了7月底嘛，從月初到現在，它到底打下了哪一些美軍重要的目標呢？這邊直指包括了美軍重要的多個中東基地之外，還包括了營房、MQ9 無人機庫啊、運輸機，還有我們剛剛講的約旦基地、飛機掩體、無人機設施、新建的倉庫等等很多都是重要的建築。那麼軍事設備的部分，伊朗也宣稱它打下了47套的美軍雷達防空系統、44個後勤支援設施、48個作戰基礎的單位，還有各類的航空設備。根據了解，美國的這一些精準飛彈消耗率已經高達了70%將軍怎麼看？伊朗他祭出了這個叫做拔釘子戰術，如何改變中東的戰爭模式？美國還撐得住嗎？尤其是約旦這個基地現在被拿下來，是不是等於找到了一個美軍在這邊的一個破口，關鍵的一個破口？那將軍怎麼解讀？這個拔釘子戰術就是針對美軍駐在中東地區的有生戰力，把它做摧毀。這有生戰力包括這個機庫、敞篷，還有修護，還有它的放了作戰資材的倉庫，這些都是有生戰力啊！我專門打你有生戰力。也包括你這個機庫機堡被打掉了，那你飛機停哪裡？如果裡面有停飛機，那你飛機也遭受破壞了。這都有，這就是發揮有生戰力的作戰資材。那伊朗專門破壞這些。那他這次用的是法塔赫2型，法塔赫2型是高超音速，是最新型。他打，你想想看，它可以打到它的射程是1500公里。我們整個阿拉伯半島最窄的地方是1200公里，那它最寬的地方也只不過在最南端。那當然那已經是也門的地方，那是1900公里。所以我們看整個的這個沙烏地阿拉伯，它就是那個最窄的地方那一段，那整個區塊，沙烏地阿拉伯是在佔了整個阿拉伯半島將近2/3，因為它是215萬平方公里，相當大。那它的西邊就是約旦。那現在伊朗是這樣來看，也門胡塞組織你是負責對沙烏地阿拉伯，我跟沙烏地阿拉伯之間不要搞相處的關係，不要搞太壞。我專門對付約旦。這些約旦的地方就是美軍的駐地。這個你看為什麼打約旦不打沙烏地阿拉伯，專門叫也門胡塞組織就好了。這他們兩個是分工的。那現在伊朗打這些在約旦的這個美軍駐地都是有生戰力。因為那個地方是比較遠邊，你如果是科威特、卡達、巴林，那都在這一邊都在波斯灣沿岸這個時候美軍已經後撤到約旦去了，因為在波斯灣沿岸的最容易被摧毀。是，那到約旦去，那我專門打約旦。是，那這樣子它是拔釘子戰術，這樣子美軍所能夠發揮的有生戰力，還有它的情報研究中心跟資料收集處理中心，收集伊朗的語音通信、無線電，那個基地就在那個地方，伊朗就把它做摧毀。這樣的話，美軍接收伊朗的情報，尤其是這種通訊情報能力又下降，那伊朗的這种隱蔽性又增高了。所以他这個打有生戰力，那美國面對的壓力大吧？川普要面對3個壓力，要不要繼續玩下去？所以他講伊朗很多人叫我不要再打了，那是老百姓叫你不要打。你問一下那個伊朗的他的那個總統要不要打？是你問那伊朗那個國會長要不要打？繼續打。你不要聽到老百姓他就有理由了，大家叫我不要打，那是老百姓叫你不要打。那現在面對啥？第一個，
財政壓力，打仗要錢，而且美國現在通膨嚴重，他現在好像又要再升息了，因為要通膨啊，不然怎麼辦呢？然後現在國債也高，你要打仗就是要軍費，所以這個經濟財政的壓力大，川普要不要去面對？對，第二大壓力就是我們所說的他的犧牲的大小，你要打下去，你美國要犧牲哦，他這個伊朗的這些報復，你會不會受傷？會啊，你看他的犧牲還做微調，這真正被戰死的18個調到14個，為什麼？那4個滅火的時候摔死啊，然後說那不算作戰，怎麼不算作戰？這整個戰區都算作戰了。這犧牲的大小，他比較忌諱。第3個就是國內的壓力。10月3號，美國期中選舉，美國所有的全部眾議員改選，川普壓力大不大？當然大。1/3的參議員改選，他壓不壓？當然大。11月3號馬上就要到了，所以在面對上還有國內的，我們的民調他一直在下滑。國內的這都是國內的壓力啊，他要不要去面對？當然要去面對啊。3大壓力，所以川普都要去考量，他能不能頂住這個壓力？所以我倒認為，川普在這方面。他打天庭，他是有所考量。那所以目前川普要止戰，他可以說是大家都叫我停戰，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一個說法，就是專家在指出說，是不是美國現在正在大規模的在備戰呢？現在有另外一個說法，原因是因為從軍事上面看到了一些跡象，美國正在快速的部署他們的防空系統、反飛彈的戰力，以及中東地區都把它放在了以色列這邊做一個軍事上面的部署。那以色列也公開說了，川普最終可能被迫再次升高對於伊朗的軍事壓力，真的會有下一階段來自於美以對於中東地區的攻擊嗎？上志哥怎麼看？好，首先我想對於這個美伊，尤其美國方面，在上星期五晚上就突然就停火了，沒有任何的跡象。要知道，其實到目前為止呢，其實川普包括在他的這個社群的這個媒體當中，也沒有一個正式宣布停火，都是周邊的啦，包括聯合國大使啦，或美國周邊的。那當然，在美國方面，其實還是有開了好幾個會哈，都知道其實川普在美國方面其實也召開，把4星上將都找來，然後呢，包括了范斯、副總統范斯，還有這個聯席主席凱恩，都有具體的提出了報告。那報告都裡面的內容主要都是提什麼呢？提確實彈藥方面，他不敢跟川普講說彈藥不夠，跟他講說哦彈藥當中的損耗很多。那麼所以呢，這裡頭其實還是基本上立場上有建議，要不要繼續打下去？因為這一波從7月中旬打下來的部分，你就花了那麼多彈藥在打，但是你把伊朗有打殘的打下跪嗎？沒有啊，也就是說你繼續再打10天20天，伊朗可能還是一樣的，還不斷的回擊。所以說到這個階段來說，要休整。那在戰略上當中，美軍要休整，包括很多的武器的補充跟調度。我想這個部分雖然沒有這樣子公開去講，但是呢，這幾天其實我想最新的全世界的研判，就是這樣研判都是這樣子。不過呢，我們必須得要注意哦，雖然說美伊狀似停火，但是在周邊的部分其實是有很多地方風險繼續擴大的。首先第一個都叫胡塞。就在也門方面，胡塞跟沙特已經打起來了哈，而且這個打當中大家也是不留情面的，而且延伸所及就會對於紅海方面整體的這個原油控制，這裡頭沙特跟阿聯酋大筆的這個輸出哦，要從這個地方繞出去都卡住了。那麼其實在這裡頭其實是現在有在打的這個烽火所在。第二個其實眾所周知都要特別注意哦，因為這個時間點大家永遠不要忘記以色列針對於美伊這一波的停戰，公開表示說，他們保留他們本身的軍事權利，也就是說，他不是跟美國同步的。而且這裡頭針對黎巴嫩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注意的，因為就在昨天，穆吉塔巴就伊朗的现在的精神領袖公開表示，非常強硬的說，黎巴嫩的部分是他們的兄弟，所以對於以色列的繼續透過黎巴嫩的擴張這件事情是不能容忍的。是，也就是說，雖然是美伊之間，但是還點名了黎巴嫩。第三個，我覺得最關鍵當然就是烏克蘭。因為烏克蘭其實因為對付俄羅斯呢，最近在里海的部分已經炸掉伊朗的3艘船了哈，所以呢，烏克蘭其實澤連斯基已經公開有喊話，對於伊朗當中說了一些狠話哦。那伊朗當中也回應了部分，就是說他們不是俄羅斯，真的要打你，而且現在據說伊朗已經在做準備，對於伊朗的作戰的可能。是，也就是說這兩個戰場會不會合起來？但是目擊澤連斯基就是要讓美國休息，或者是他要自告奮勇，希望能夠獲取美國更多的結盟。所以這一塊我認為是目前來講，美伊雖然停了，但是這邊的戰爭的狀況跟烏克蘭戰爭有沒有可能會慢慢的匯集？其實這我認為是最大風險，而且值得觀察所在。好，謝謝上志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